第一课，无声沟通。我读到过一个故事，他不会说话，但他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。这是传达感情和想法的非常有力的方式。是的，这表明沟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，而不仅仅是说话。不过，这对他的家人来说，一开始肯定是一个挑战。当然，不过我想，他们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能理解他独特的语言。令人着迷的是，肢体语言和手势能够表达如此多的情感。没错，虽然他沉默寡言，但他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。并思考一下开发他自己的沟通方式所涉及的创造力。这太鼓舞人心了。他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述。第二课，户外探险。我还没想好周末的安排，或许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小路走走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徒步旅行总是让人神清气爽。我同意，置身于大自然中确实能让人心旷神怡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野餐，在山路顶端享用。这太诱人了。你想带什么呢？来点三明治和水果怎么样？简单却美味。太棒了！别忘了喝水，我们需要补充水分。当然，这很重要，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徒步一段时间的话。我已经可以想象从小路顶端看到的美景。第三课，家庭忧虑。最近我一直在想着家人的事，感觉不被爱的时候真的很难受。我理解这种感觉，有时候孩子们会觉得父母不再关心他们了。是的，尤其是在离婚这样的艰难时期，感觉很孤独。谈论这些感受很重要，即使这很难。当然，沟通可以帮助消除误解。孩子们常常需要确认，无论怎样，他们仍然是被爱的。对，行为很容易被误解，尤其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。确实，父母也常常有自己的烦恼，但孩子们可能看不到。他提醒我们，爱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。第四课，周末短途旅行。您觉得我们上周六的独木舟之旅怎么样？太好玩了，我喜欢在水面上滑行。我也是，而且钓鱼之后放松一下也不错。是的，坐在湖边钓鱼，感觉很平静。我没想到会捕到任何东西，但我们做得很好。我知道，钓到那些鱼真是太刺激了。我们带来的零食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。当然，在户外享用美食，味道更佳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计划我们的下一次冒险了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第五课，消除无聊。一个慵懒的下午，小安妮看上去很无聊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无事可做的时候会很难受，尤其是在周末。您认为他可以做什么来娱乐自己？好吧，他本可以读一本书或者画一些有趣的东西。确实如此，创造力可以把无聊变成有趣的项目。或者他可以到外面玩耍，探索周围的环境。是的，大自然为冒险提供了如此多的可能性。有时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能找到要做的事情。我同意，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游戏，也能让无聊的一天变得特别。第6课，探索冒险。你知道他是第一个探索博茨瓦纳、津巴布韦、赞比亚和马拉维的白人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当时那段旅程肯定非常勇敢。当然，探索未知领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我无法想象他在那些荒野地区所面临的挑战。是的，他一定接触过许多不同的文化和风景。每个地方一定都有其独特的美丽和困难。思考他的探索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是很有趣的。当然，探索既有积极的后果，也有消极的后果。他提醒着我们的历史，以及他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现在。第7课，对叛乱的恐惧。兵变这个词多么有力啊，不是吗？它给许多帝国带来了恐惧。绝对，叛逆的想法甚至能动摇最坚固的根基。有趣的是，历史上充满了这些动荡的时刻。是的，这些时刻往往会极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。想象一下，成为决定反抗权威的团队的一员，那肯定是既令人恐惧又令人振奋的事情。确实如此，风险巨大，但潜在回报也同样巨大。他对组织内部的忠诚度和公正性提出了质疑。是的，他提醒我们，倾听人民的声音是多么重要。第8课，真实的冒险。你知道，与当地导游一起旅行确实能提供更真实的体验。我完全同意。他们知道所有游客通常会错过的隐藏瑰宝。没错，而且他们还能分享故事，让你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。是的，他们的见解可以将一次简单的旅行变成一次难忘的冒险。想象一下，品尝在普通餐厅里找不到的当地美食。那太棒了！一切都围绕着当地的风味和传统。如果有人能说当地语言，导航就会变得容易得多。当然，沟通可以为你打开一扇通往你可能错过的体验之门。我认为他与我们访问的地方建立了更加个人化的联系。第9课，令人安心的平静。看到大家都能如此平静地应对这种情况，是不是感觉很安慰呢？是的，确实让人安心。
平静的氛围在紧张的活动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同意，这能让每个人都感觉更安心，更专注。没错，保持冷静就能防止恐慌蔓延。他为团队合作奠定了积极的基调，这在那些时刻至关重要。是的，集体的平静感竟然能改变现状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我认为拥有能够树立这种行为榜样的领导者也很重要。绝对，领导者可以激励他人在挑战中保持冷静。这表明营造一个支持性环境是多么重要。第10课，智能手机摄影。您使用专业相机拍摄旅行照片吗？不，我实际上使用我的智能手机，它太方便了。太厉害了！现在的智能手机都能拍出很棒的照片。没错，而且我一直带着它，所以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瞬间。无需携带额外装备即可立即捕捉回忆，这真是太棒了。是的，有了合适的应用程序，我可以及时编辑照片。确实如此，它让你更容易分享你的经历。另外，我喜欢通过社交媒体立即与他人联系。这就像实时分享你的旅程，真的很特别。第11课，吸烟的危害。我确实认为应该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。我同意，吸烟的危害众所周知，而且会影响到周围的每个人。是的，二手烟的危害与吸烟本身一样大。确实如此，保护非吸烟者，尤其是儿童和老人，非常重要。我希望看到更多城市采取行动，执行这些禁令。这将是促进更健康环境的重要一步。是的，创建无烟区可以鼓励人们养成更健康的习惯。它还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吸烟相关风险的认识。我认为教育是让人们更多的意识到这些危险的关键。第12课，求职面试技巧。您对于准备求职面试有什么建议吗？是的，第一步就是彻底调查这家公司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使命真的很有帮助。没错，这说明你真的对这个职位和公司感兴趣。此外，它还可以帮助您调整答案，以适应他们的文化。是的，准备好具体的例子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还认为练习常见的面试问题确实很有帮助。当然，它能增强你的自信心，帮助你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。别忘了准备一些问题来问面试官。第13课，收获季节。您听说过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作物吗？是的，秋季博览会最早可以在8月开始，最晚可以在11月开始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没错，
这完全取决于收获时间和当地气候。令人惊奇的是，社区庆祝活动都围绕农业展开。是的，这些展销会是展示当地产品和工艺品的绝佳方式。我喜欢他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农民辛勤劳动的方式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让家人了解食物来源的机会。它支持当地经济，这非常重要。此外，享用新鲜的时令食物还有一种特别的感受。第14课，大众聚会。您是否注意到，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小组聚会正变得非常流行？是的，很有趣。这些聚会营造出一种温馨亲密的氛围。没错，它能促进更深层次的联系和对话。我认为这是培养社区和建立友谊的好方法。是的，有时候小型的场地比大型的活动更舒适。绝对，在轻松的环境中，人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。它可以引发关于共同利益的有意义的讨论。是的，这些聚会能够激发创造力和协作精神，真是太棒了。我喜欢创造一个让每个人都乐于分享的空间的想法。第15课，历史偏好。令人着迷的是，欧洲各地有如此多的人民和统治者选择留在罗马天主教堂。是的，它确实塑造了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格局。确实如此，当时教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。思考信仰如何引导决策和联盟是很有趣的。是的，他在那些拥有相同信仰的人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团结感。但这也导致了与那些寻求改革或变革的人的冲突。绝对如此，这说明宗教既可以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，又可以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。是的，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现代信仰。它提醒我们信仰与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。第16课，简单平台。我听说过一个平台，你只需要注册就可以开始使用。听起来很简单，那么他们提供的功能呢？他们提供各种工具来帮助用户轻松导航。太棒了！便捷性是鼓励更多人参与的关键。是的，这样每个人都能更轻松地参与并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我喜欢优先考虑用户体验的平台，它确实提高了参与度。没错，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对话和创造力的空间。它还培养了用户之间的社区意识。是的，平台越包容，分享的想法就越多样化。第17课，进步很重要。太棒了，每一步都对你的目标至关重要，你不觉得吗？绝对，进步就是进步，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小。
对，即使是微小的成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能带来巨大的变化。没错，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天只慢跑几分钟，现在我能跑好几英里了。太厉害了！这说明坚持不懈真的能带来回报。是的，庆祝这些小小的胜利，让我保持动力。我同意，认可你的努力很重要，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。当然，每一步都是一段更长旅程的一部分，这才是令人兴奋的地方。这实际上关乎的是旅程，而不仅仅是目的地。第18课：徒步旅行计划。我本来想这个周末去远足，天气应该不错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我喜欢户外活动。我也是，亲近大自然，还能锻炼身体，真是太舒服。没错，你心里有具体的路线吗？我正在考虑公园里那条新走的步道，那里的风景很美。哦，我听说过，我很想看看那些风景。这应该是一次中等强度的徒步旅行，对我们来说很完美。是的，我们可以欣赏风景而不必太费力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带些野餐到山顶享用。第19课：珠宝发现。我知道我最近以折扣价发现了一些漂亮的珠宝。真的吗？听起来真有意思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偶然发现了这家令人惊叹的网上商店，它有超值的优惠。网购既危险又刺激。你买了什么珠宝？我得到了一条漂亮的项链和一些完美搭配的耳环。哇，这些衣服搭配起来一定很漂亮。真的，珠宝能提升任何服装的档次，我太喜欢了。当然，配饰可以极大的改变你的风格。此外，以折扣价购买它们更是让人惊喜。第20课：友好的当地人。是的，在我旅行期间，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这总能让旅途更加愉快。当然，我结识了一些很棒的人，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这是旅行最棒的部分，结识新朋友并分享经验。没错，他们分享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，真是令人着迷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仅仅通过一次谈话就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是的，我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关于该地区隐藏景点的提示。这些内部建议太宝贵了，他们真的提升了体验。当然，感觉我结识了新朋友，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第21课：个人建议。如今有很多广播电台提供个人建议。是的，对于寻求指导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我认为拥有一个可以让人们分享想法的平台
很重要。当然，有时候一个全新的视角会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同意，别人能帮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此外，当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时，就会产生一种社区意识。没错，知道你并不孤单，这真让人欣慰。当然，你打电话咨询过吗？我没有，但我听过很多在广播中分享的很好的建议。第22课，出租车服务。顺便问一下，您曾经使用过出租车或拼车服务吗？是的，我有，他们太方便了，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。绝对，随时都能轻松搭车，我太喜欢了。对吧？比起公共交通，这省去了很多麻烦。没错，而且你还可以享受送货上门服务，这可是一大福利。是的，不用担心停车，真是太好了。确实，我也和司机们聊过一些有趣的话题。我也是，听他们的故事和经历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当然，它为旅程增添了个性化的体验。第23课，背包旅行的兴奋。背包旅行听起来很刺激，你开始计划你的旅行了吗？是的，我真的很期待探索新的路线。太棒了！你心里有具体的目的地吗？我正在考虑去山上，那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。很棒的选择，大自然自有其激发冒险的秘诀。是的，而且这也是一个远离科技的绝佳机会。我同意，置身于户外确实令人神清气爽。没错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大自然的宁静。这也是一项很棒的锻炼，这是一个额外的好处。第24课，通知期限。是的，我们设立90天的终止通知期才公平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样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。没错，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顺利过渡。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。是的，通知期体现了我们对已建立关系的尊重。当然，它有助于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准备。此外，它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出现的任何潜在干扰。是的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种礼貌，尤其是在职场上。我认为这也很好地反映了该组织的价值观。第25课，呼吸焦点。首先，集中注意力于你的呼吸，放下一切烦恼。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平静心灵的好方法。绝对有效，呼吸竟然能帮助人们减轻压力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是的，
只需几次深呼吸就能改变你的整个视角。没错，这就像按下了思维的重置键。太对了，我喜欢把正念融入日常生活。我也是，它真的能帮助我一整天都保持专注。是的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，但效果却非常显著。我同意，专注于当下能带来很多平静。第26课，当地美食。好主意，我们还应该列一份当地美食清单，看看哪些值得一尝。是的，探索美食是旅行中最棒的部分之一。没错，每道菜都讲述着一个文化故事。绝对的，就像品尝一段历史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发现新的口味和配料。我也是。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菜吗？我听说过很多有关该地区著名街头小吃的事情。是的，街头小吃往往具有最正宗的风味。另外，它通常更实惠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第27课，皇室表兄弟。您是否想过，国王、德皇和沙皇都是表兄弟，这有多么有趣？绝对，这肯定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，你不觉得吗？是的，家庭关系必定对他们的政治和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我想知道这对他们的王国和居住在那里的人民有何影响。这可能在他们的国家之间创造了一种团结感，但也可能引发冲突。没错，家庭忠诚有时会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，导致复杂的局面。您知道吗？他们经常互相拜访，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太精彩了！想象一下，他们在那几次访问中讨论过什么？他们本可以分享各自帝国的战略和想法。第28课，精彩的聚会。你听说过辛普森被罚款$200的晚会吗？是的，这真是令人惊讶，尤其是考虑到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庆祝活动。确实，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在节日聚会上罚款这么高？或许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而无法控制。这有可能，这不禁让你想到，乐趣很快就会变成麻烦。是的，它提醒我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我想妮可在参加另一个聚会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教训，我希望他能和朋友们分享。它可以帮助其他人避免将来出现类似的情况。第29课，健康零食。您提到了蛋白质、蔬菜和全谷物，听起来不错。我同意。不过，你觉得零食怎么样？零食也必不可少，它们可以是健康的，也可以是放纵的，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。
没错，关键在于找到适合我们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平衡点。您是否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健康零食？是的，我喜欢加水果和坚果的酸奶，它既营养又美味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我经常吃鹰嘴豆泥配蔬菜条。很棒的选择，它富含蛋白质，能让你更长时间保持饱腹感。您认为我们应该一起探索更多零食选择吗？第30课，创造性的选择。您可以为您的空间选择您喜欢的颜色、图案和纹理。是的，这对于营造个人氛围有很大帮助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正确的选择可以彻底改变房间的氛围。您是否想过，您想要自己的空间呈现什么颜色？我倾向于平静的蓝色和绿色，它们让人感觉清新。听起来真棒！我更喜欢暖色调的泥土色，感觉很温馨。混合纹理也可以增加设计的深度，你不觉得吗？当然，柔软的地毯和木质家具搭配起来，就能形成绝美的对比。我很想看看不同的组合如何改变整体感觉。